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N225的近况如何？碎片散落一地，真的不能维修好了吗？如果将 N225运输机送到中国，中国能将其修好吗？还有啥补救方法？此前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N225在机库中被摧毁。据当时的消息称，是俄罗斯利用飞弹轰炸乌克兰的多数机场，其中就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方的安托诺夫国际机场也遭受攻击。因此，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N225被导弹摧毁。N225运输机被摧毁，这对于世界航空工业发展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且只有唯一的一架。虽然其2号机还在研制，但是由于难度确实十分巨大，所以能否研制出来还是未知数。因此，这架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被毁，确实是世界航空工业发展巨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N225运输机被毁之前，就有专家建议乌克兰应该强行将 N225飞往中国，以此来躲避战乱。现如今有消息称，在俄乌战争1个月后，由于俄罗斯撤出基辅，其中就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的安东诺夫机场，因此就与包括美国 CNN 在内的许多西方记者前往安东诺夫机场实地采访，都可以亲眼目睹确认 N225梦想运输机确实是已经完全被毁于战火，现场是一片狼藉，都是散落一地的飞机残骸。据美国 CNN 报道，乌克兰 N225是世界上最大的实用化运输机，全球仅一架。在战争爆发前， N225运输机很不巧返回安东诺夫机场进行例行维修，就在其处于维修状态时，安东诺夫机场机库遭到轰炸，这就是 N225运输机被完全摧毁。报道还指出，安东诺夫机库的前后都被炸弹击中，原本的机库拱门已拆成碎片，这就使里头的 N225运输机无法幸存，且机身被完全炸断了，烧出了一个烧焦而扭曲的大洞，巨大的翅膀垮在地上，其中一具引擎掉在地上被烧毁，碰烂的机鼻掉在前面，上面自印有乌克兰蓝色和黄色条纹，以及官方名称的 N225， 前方的安东诺夫部分落到别的地方。因此，这就使 N225运输机完全被摧毁，也已经无法再恢复了。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 N225运输机被毁了，但是乌克兰政府立即表示要重建。乌克兰外长库莱巴在推特上写道：“俄罗斯可能已经摧毁了我们的梦想号，但是他们永远无法摧毁我们建立一个强大、自由和民主的欧洲国家的梦想，我们终将获胜。”值得一提的是，尽管 N225运输机已经完全成为残骸，但是乌克兰部队现在收回该机场，仍有许多士兵在为这架飞机拍照留念。显然 N225梦想号运输机在乌克兰人中的象征性地位完全没有被减弱，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战争罪行的一种象征。另外还有一种声音说， N225运输机到底是被哪方的炮火摧毁还没有定论。乌克兰表示，早在24号，俄军试图以空降兵占领机场时，就已炸毁该机，而俄罗斯则说是乌克兰的炮火炸到机库造成的。总之，没人愿意为毁掉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承担责任。虽然对于这一点，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争论，但是对于这一结果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也已经完全不能被更改了。失去这架唯一无二的运输机，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巨大飞机，这对于世界航空工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们一起来回顾下 N225运输机的发展之路。据悉， N225运输机是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制的超大型军用运输机，其当时被研制出来的用处就是为了运输前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而研制。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运输机，它的机身全长84米，翼展88.4米，货舱最大载重将近250吨，加上机身顶部载重最大，起飞重量可达640吨，而且在全负荷的情况下， N225可以飞行约2500公里，因此这也使 N225在运输机领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据专业分析称， N225的单程运输能力是波音货机的5至6倍。当然，其除了惊人的载重量，由于机身庞大， N225可以携带更多的燃料，因此具备了超远的航程。有数据显示， N225在空载满油状态下，其最大航程可达1.5万公里，
携带100吨货物的最大航程为9600公里，携带200吨货物的最大航程为4500公里。因此，对于安225运输机超强的运营能力，安东诺夫航空公司也表示，这是人类货运航空史上单次装载货物体积最大的一次。值得一提的是，安225运输机自2001年投入商用以后，其就创造了240多项世界纪录，这在世界航空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成就。此外，安225运输机除了承担民用物资运输之外，还可以承担军用战略物资和重型装备的运输，包括重型坦克、火炮，甚至直升机、火箭、导弹和成套的防空反导系统等，具有快速投送军力的能力。因此，这也是安225运输机对于世界航空业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且对于世界航空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很多人都希望这架被摧毁的安225运输机还有被恢复的可能，能够将其修复好，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因为它被摧毁不仅仅是乌克兰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世界航空工业史的巨大损失。所以，如果能将其修复好，那么也将是巨大的利好。因此，曾有人建议将安225送到中国，让中国来帮忙维修，凭借中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来使安225运输机可以被修复，能够继续绽放不一样的风采。但是这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因为安225运输机实在是被摧毁得太严重，且由于此前对其的研制也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因此现如今也很难再将其维修好，可能就连中国也是无能为力了。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前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奋斗到了2架安225运输机，有一架安225运输还处于待完工的状态。因此，如果乌克兰想要使安225运输机重新绽放出风采，就只能将还在基辅的安225运输机2号机给完成。此前，它的工程进度停留在约70%，因此现如今就需要继续对其的研制。虽然这有着极其巨大的难度，这对于乌克兰的航空业也是巨大的考验。这也是目前使安225重现的唯一办法。虽然十分的艰难，但是乌克兰需要去尝试，并且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此来共同完成安225运输机的研制。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或许是比较可行的方法。现如今，我们也只有期待安225运输机的2号机可以被成功研制出来，以此重现安225运输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促进世界航空工业的发展。因为安225运输机由于其特殊的价值，因此也一直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对于安225运输机2号机的研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期待。